我是趙少康，歡迎來到 TVS 趙少康戰情室。這我們現場特別來賓，周瑜書秘書長尹乃菁小姐、吳世懷委員、鍾沛君議員、張世康議員。好哇，川普連13晚空襲伊朗美軍中央司令部說已經投入超過5萬美軍執行任務，這胡扯了。這中共一共才5萬美軍，他都投入了那伊朗呢，花了22億美元建的雷達系統說被炸掉了然後呢說聖城旅的指揮官卡尼好像也被炸死了，現在不知道情況未明了那另外呢，的確是採取大規模的攻擊，而且川普說要發動呢這個先拿凍結的資金開刀，先把伊朗凍結資金拿來給我們這個發動軍隊出動要花錢嘛，先用伊朗的錢那另外呢，因為伊朗去打了這個紅海青年運動了，打了2個油輪，沙烏地阿拉伯油輪，油價飆漲，油價原來已經降到差不多50-60塊，70、80、90，已經超過100了所以川普說還是講伊朗資金被我們凍結，所有的損失因為油價上漲，他要賠那另外呢，傳出來川普的外交已經沒有信心了覺得說乾脆打復仇模式說要打敗伊朗的意志。問題是伊朗意志也不是那麼容易打敗的它是個神權國家那施壓失敗，川普，所以伊朗拒絕伊拉克傳話要停火，拒絕停火，所以飛彈這個飛彈運到首都德黑蘭市區把飛彈運到市區一方面可能備戰，或是呢至少信心讓民眾聽，看我們不怕，我們什麼炸我們什麼把我們的飛彈炸毀90%、95%，我們在這裡這麼大的飛彈那另外呢說伊朗已經派革命衛隊的高層到也門青年運動要去控制紅海，還有呢設備也運去了，黃金也運去了你要花錢對不對？黃金給你那另外呢，伊朗官員說，如果伊朗被打，會攻擊以色列，而且會把曼德海峡給它封鎖了所以油價飆破100美元。我們看一下。伊朗西南部的口岸突然大爆炸，目擊者嚇壞了，馬上就意識到這是攻擊。伊朗軍方也說，美軍襲擊造成2死11傷，這是美軍連續13個晚上發動空襲。伊朗國家電視台也公布自己的飛彈接連發射畫面，還聲稱是要反擊美軍。不到1小時後，鄰國科威特跟伊拉克邊境口岸也遭到伊朗的無人機攻擊，濃煙竄升，口岸也隨即關閉。伊朗還宣稱打擊了美軍基地。سپاه پاسداران افزود یک سامانه پاتریوت و یک رادار پیشرفته هم هدف قرار گرفت و مخازن سوخت این پایگاه آمریکایی به آتش کشیده شد。中東局勢嚴重升級，加上胡塞也威脅紅海的航運，油價不意外再度破100元大關。Energy markets are now pricing in renewed fighting in the Middle East after an oil tanker was apparently struck in the Red Sea. Brent over 100, and that's the first time since May. I think I saw, guys, I saw Arachi, their foreign minister, who the other day say or something about their policies, an eye for an eye. The president's policy is a head for an eye. I mean, honestly, that's what it's going to be. I mean, they will pay a very heavy price. 雖然美國總統川普說要讓伊朗加倍奉還，但是美國眾議院表決通過，要求川普停止對伊朗動武。不過後來參議院否決了類似的決議，兩院不同調。來，世懷委員，這個是一個很難解的問題但是我覺得這是違反了全世界2戰以來的戰略戰術原則，2個國家打仗都沒有追求最後的勝利。川普要的是有面子、體面的下台，伊拉克要的是生存。伊朗，我不是要打贏你，我要活下去。那這2種，一個叫做民主，一個是神權。民主國家你打得太離譜了，所以剛才新聞也報了，國會不同意再追加戰爭預算。大家去看這個五角大廈的披薩指數不斷的增加，什麼意思？五角大廈的職業軍人這些將校不斷的在寫計劃，要不要打，不能打，給川普建議。美國現在只剩下一個人拼命放話，叫做川普。我們看一個現象說到底外交有沒有手段？紐時的報道，美國政府官方正式通知、提醒或者警告以色列，
最近不要太激烈哈，留下一點外交斡旋的空間。這是美國政府告訴以色列，哎，這幾天你不要亂來啊，你不要讓我最後我想和不了了。只有川普，但是真正美軍的罩門是美國的罩門，美軍不能死太多人，傷太多人。所以《紐約時報》一報，美國國防部馬上就反彈，你亂講，你這假消息。我只有死2個人，我傷了10幾個。《紐時一報》死了不止，死了10幾個，傷了100多個。對美國國民來講，那是一個很嚴重的事。而且有些傷是終身殘廢的傷，就是不是輕傷哦。那他那是斷手斷腳的，那這種對美國人民是不能忍受的。所以美國对國內不敢公布死傷人數，這是我想美國的現象。那伊朗呢？我是神權國家，最可悲的就是上個禮拜吧，他們的國家領導人就是科米利的這個喪禮。幾十個城市加起來上千萬的民眾上街去，那種民族主義的亢奮，那種神權，那種文化，那川普還在那邊潑冷水講笑話，哎呀，那是假哭，眼淚都是假的，這種就是更激起他們國內，即使反動派反對現在的政府，他也不敢講話。你把我們羞辱到這個程度了，所以一個是生存，那現在。他的殺招在哪裡？一個是荷姆茲海峽，你要談可以，2條都讓你走，我也同意，你解除我的經濟制裁。另外一手，曼德海峽，我的小弟開始放話了，我要封鎖了，你再來搞吧。那現在這個是殺招，在現在有幾個軍事學專家寫出來，我覺得很有看頭的，就是速戰速決這個歷史悠久的戰術戰略名詞已經不管用了。近10年來的戰爭都想速戰速決，沒有一個成功。70年來的也沒有。德國當年2個閃擊戰想要把佔據歐陸戰場結束，失敗了。那最新的，不管是伊拉克的、阿富汗的，沒有一個速戰速決。再早從越戰也沒有速戰20年。那現在俄羅斯對烏克蘭想速戰速決，2個月解決它，打到現在還沒完沒了。他斬首伊朗。希望速戰速決，把他轟得很慘，結果現在第一次停戰又搞下來，所以我覺得這個戰是稱3個原因：第一個，美國民主國家的國會和人民的耐受度；第二個，伊朗它的整體經濟壓力的耐受度；最後，全世界油價上漲、經濟崩盤的耐受度。中間有一些有利者，中國大陸。我偷偷幫你忙，俄羅斯，我偷偷幫你忙，我把 CIA 的地址都給你了，所以你炸得那麼準。美國強烈懷疑是俄羅斯給的情資，他 CIA 在中東這幾個國家波灣地區的這些點，俄羅斯都知道，怎麼會炸得這麼準？他炸不到，第一發打個洞，第2發朝這個洞再下去就把你炸掉了。像這些都是真正會影響這個戰爭會不會擴大的關鍵因素。到底他們現在就觀察家在問說，伊朗的經濟先垮，還是世界的經濟先垮？對，就因為油價這樣一直漲啊，美股科技氣雄昨天晚上全部收黑，很慘啊，一天蒸發8000億美元了。大家不要看笑話，台股也跟着蒸啊，日股也跟着蒸發，韓國也跟着蒸發。韓國今天股市重挫6%，殺到熔斷，海力士啊等等啊，三星啊都大跌，日股重摔2000點哦。然後呢，台積電今天一開盤就跌，後來收盤收低，每股跌55塊，跌這麼多，而且整個指數跌到1195點，破了季線啊。所以呢，法人還說，哎，不要逢低就接哦，這像刀子一樣哦。現在是利多漲一點點，利空一點點利空，大跌就變成這樣啊。來，今天怎麼看？他現在關鍵是在胡塞武裝啊，胡塞武裝對於這個曼德海峽，然後如果他進一步的在紅海那邊啊影響到，那這樣子對於全世界的局勢的影響就更大了啊。過去呢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個王儲哈，他開始對這個胡塞武裝採取這個行動，打了多久？沒辦法，好，就沒有辦法解決這個胡塞武裝的這個問題。然後呢，川普呢打了這場戰爭，這場戰爭呢打得自己呢完全不知道該如何收場。剛才將軍講的一個就是非常正確的一個分，就是說
你的停損點到底在哪裡？你的戰爭的目的到底在哪裡？好，就是說，當雙方呢簽了那個備忘錄，然後呢那個備忘錄又撕毀了之後呢，對於美國來講，真的非常的不幸，就是他傳出了美軍的死亡啊，2個死亡，2個美軍的這個死亡，對於川普來說，他這個仇是一定要報的，否則他的面子呢是掛不住的。但是呢，他採取再大規模的攻擊，只要呢只要他不可能哈，說現在呢沒有任何的一個國家承擔得起一種毀滅式的這種戰爭，就是說我今天如果真的是發動了這種很極端的毀滅式的那個戰爭，採取什麼戰術核武啊或什麼樣的舉措的話，美國也承擔不起，美國也沒有辦法承擔，就是說在中東國家，你如果對伊朗採取這樣的手段的話，你就真的是沒有任何的國家會支持你的。所以本來川普打的算盤呢是要做一個有限度的戰爭，但是你對於伊朗這樣子的國家來講的話，其實你越打他他越凝聚，而且最重要的是，对于伊朗的经济层面来说的话，现在呢，国际的这个专家都在講，就是說，伊朗的經濟呢什麼時候會垮？但是伊朗的經濟再垮，它也不會比美國你現在承擔的損失來得大呀。美國的在這方面的耐受力是很低的哈，就在於是說你現在所牽動的，不管是油價的漲跌啊，對於你其中選舉的影響，還有對於你川普呢，你到底怎麼樣要對這場戰爭？川普呢向來呢都是設這個停損點，就是說像川普這個人是要打的是一個面子，對啊，面子。你偏偏呢遇到這個伊朗這個國家呢，他非常的強硬，他絕對不會在這個口頭上面呢，或是任何的像你這個美國帝國主義這樣子的一個邪惡的政權，他低頭的，他不會低頭的哈。然後呢，川普現在打得他騎虎難下，他如果說他在這個中東呢採取了任何的他在沒有取得一個他可以宣稱他得到勝利的一個點的時候呢，好，那我們大家來和談。他如果不能夠採取這樣點的話，他在中東如何的再去坐穩他這種霸主的這個地位？那其他的中東國家的這些的要靠着美國作為醫護的這些人，他怎麼把川普看在眼裡？當這個伊朗呢很精準的知道他掌握了荷姆茲海峽的時候，他就掌握了美國在這個地方的這種命脈。那現在呢，戰場延伸到在紅海的這個部分的時候，不得了啊！胡塞武裝呢，它只要就是非常的不對稱的採取這種機動性攻擊的話，它對於全球的影響就更巨大了。它連接地中海到這個紅海，這個影響層面太大了。主要因為說原來呢，你控制了荷姆茲海峽，它可以沙烏地阿拉伯可以用陸路，然後從紅海出來。但現在你說那邊也堵住了，全世界影響就大了。所以為什麼油價一下子北海布倫特原油漲到100塊以上哈？這就是判斷的問題了哦。就是俄羅斯本來判斷了一下伊朗這個烏克蘭就被他拿下來了，因為克里米亞很快就拿下來了嘛。克里米亞好像不戰就給你了，結果沒想到烏克蘭現在已經打了快將近5年了哦。美國那時也覺得說，我把伊朗斬首40幾個頭斬掉，伊朗國內還在示威啊、抗議啊、通貨膨脹、物價高啊，這下國內一抗暴，剛好對不對？水到渠成。沒有想到一打反而讓伊朗國內更團結了，那些反抗分子也不敢上街頭了。你上街頭什麼意思啊？你跟美帝也合作啊，所以就變成說，本來想很快速戰速決，現在變成拖延，這個把拖延了多久？休息再回來。好，中國跟菲律賓哦，最近的這個海上常常有衝突。菲律賓有2個公務船，前2天是2個小艇，這今天是一個公務船，2個比較大，哦，到黃岩島海域，大陸海警用水炮驅離，哦，我們看前2天在仁愛礁，是這個菲律賓有一個57號艦，它故意沉在那裡，表示這是我的領海，就不動，沉在那裡。從這個艦上還能放2個橡皮艇出來，被老公的巡邏艇呢要噴水。那這2天呢，在黃岩島，哦，
它是真的哦，菲律賓的公務船是比較大的哦。那大陸呢，這個也是用船呢噴水炮哦驅離，而且說這個叫中國善意，還取個名稱啊、哦，狂瀉打了2分鐘啊、哦，這是另外一個事。另外摩洛哥哦，北非啊，大家常常會搞不清楚摩納哥跟摩洛哥，摩納哥是在歐洲，摩洛哥在北非哦，我去過哈、哦。那這個突然這個無預警停辦我們的簽證，所以很多人現在要去啊，哦，很熱門啊。所以呢，旅遊業就是9月的團體都可能會受到影響哦。通常你還要先這個他那個辦簽證蠻麻煩的，現在雖然說不給你簽證了，什麼原因也搞不清楚哦，到底怎麼回事？外交部說我沒有去問啊，也沒回應啊，到底怎樣？雄獅旅遊也說我暫停受理，不去摩洛哥了。然後本來報名的全額退費啊，或轉別的團呢、到底怎麼回事？哦，另外跟泰國總理哦最近呢到大陸訪問，而且雙方呢重申承認一中政策，哦，然後呢，我們好像一點辦法都沒有。前2天這個柬埔寨因為他們講承認一中政策的時候，我們就很氣，停止柬埔寨的簽證不給你。哦，過2天泰國也來了，那泰國你敢搞他嗎？你敢嗎？哦，你有本事你把泰國也停止啊，停止給他簽證啊，你試試看，不敢啊。所以泰國總理也說，我不會影響泰國跟台灣的合作關係。泰國說，我就這樣幹，你能怎樣？哦，所以呢，聯合報黑白集也說，中國跟泰國現在甜蜜蜜，哦，還唱鄧麗君的《甜蜜蜜》，台灣該怎麼辦？我們看一下。畫面中，中國海警船不斷朝菲律賓漁業公務局船方向發射水炮。菲律賓公布影片，指控大陸海警23號在民主礁海域騷擾漁民補給船，雙方最近距離一度僅約50公尺，水炮也間接擊中菲律賓漁業公務船。We're being shadowed by at least 2 China Coast Guard vessels, and Dan can pan over to one of them right over here. 美國 CNN 記者也搭上菲律賓漁業局船隻，第一線直擊中菲海上對峙，雙方船員透過無線電互相喊話。Philippine crew saying, "Hey, we are in the Philippines economic exclusion zone. It's about 200 nautical miles from the Philippines. We're allowed to be here." 大陸同步釋出畫面反擊，聲稱是菲律賓2艘漁業公務船不顧勸阻和警告，侵闖大陸管轄海域。菲律賓3012船，這裡是中國海警3302艦，你船即將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黃岩島領海，現對你提出警告。中國海警依法對飛船採取跟監外逼、攔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驅離。中菲都宣稱擁有民主礁主權，這也是兩國在短短1週內第2度在南海爆發衝突。20號，雙方船員採用船槳、長棍等工具互打攻擊。大陸外交部長王毅與菲律賓外長拉薩洛22號在馬尼拉舉行2年來的首次雙邊會談，兩人都對南海衝突提出強烈抗議，同時重申維持溝通。沒想到會談隔天，海上再度爆發水炮對峙。And what's happened with the Philippines, obviously we saw that too. The whole world saw it, and it's disturbing. 美國國務卿盧比歐強調，美國會繼續與中國維持關係，但不會以犧牲區域盟友為代價。那余秋秘書長。我覺得其實我看到這個新聞，其實我一直對林佳龍部長很有意見。我覺得他當部長很少有好消息的，一連串我都不曉得他在幹什麼因為他大部分的反而是民進黨黨內派系的新聞還多一點。好，鄭國輝又怎麼了？又怎麼了？我覺得台灣的外交尤其是賴清德這一任，我就用4個字來形容，叫束手無策。你看像泰國這件事情。像剛剛講的這個旅遊團要出團，好，白話文叫做你莫問我，我嘛不知，歸期大家都不要出團，錢退一退，好，這第一個。第二個，我覺得它具體而為反映的是2件事情，在民進黨的官場文化裡面，我都覺得涉入共諜的那個吳釗燮秘書長，還比林佳龍還來得有用一點，好，雖然我非常看不起他，好，所以我覺得應該是看從泰國這件事情，看到其實是這個。整個民進黨政府執政，尤其是賴清德總統之後，基本上這個部會其實存不存在？上一次出新聞也不是什麼好新聞，好，就是我不要買你的天然氣了，我就斷了，我就去阿拉斯加。所以我覺得外交這一環，因為其實牽動的是跟兩岸關係有很密切的關係，所以基本上我覺得講穿的啦，其實走不出去了。而且泰國總理還反踢你一腳。
我重申一中政策，但是我不影響台泰關係。那我請問外交部現在有人出來講什麼嗎？我再講一次，就是我覺得林佳龍部長不及格了，完全不及格。然後整個領導風格，這只是單一一件事情的，可預見的未來，就是我覺得外交部不會有什麼好的表現，那國人不用太多的期待。我想這個附和一下余修秘書長，因為看起來這個官方不管在哪一個部會類似的問題的時候，都是講持續關注啊。可是光是一個持續關注，並沒有辦法安定人心，而且也看不出實際的作為。那剛剛這個新聞裡面看到的這個片段，其實在過去這2年看起來好像並不陌生，就持續的在發生這樣的狀況，這個劇本一直在發生。可是不應該把它單純看為是中國大陸跟菲律賓之間的口角或摩擦，它其實應該是牽動國際社會的。那北京一直在釋放消息給不同的對象。首先第一個當然是菲律賓，因為這個小馬可仕上任之後，跟美國的關係越來越近，不只是外交、國防都是。他恢復了那個加強國防的安全協議，那增加美軍的使用基地，包括跟美國、跟日本、跟澳洲都有聯合的演訓。那北京當然不願意看到南海形成一個以美國為核心的這個新安全架構，所以他就會一直用這些水炮啦、海警啦、攔截啊、驅離這些方式。那他希望讓菲律賓付出成本，可是他避免真的上升到像戰爭那個程度開第一槍。那我認為這就是所謂的灰色地帶衝突哦。那不是全面的戰爭，可他每天都在消耗對方，每一次都在試探底線，然後每一次都可能比上一次再往前一點點。那今天是水炮，那下次會不會是輕微的擦撞？那再來有可能是登船啊，這個檢查。那慢慢讓外界、讓國際社會習慣這種新的現狀。我認為這才是北京真正的算盤哦。他沒有辦法一次觸碰到那個底線，可是他可以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小動作，然後讓國際社會慢慢覺得這是習以為常的事。那北京當然不是只針對菲律賓，他要把整個第一島鏈都放進去他的戰略考量。從日本的周邊到東海到台海到南海，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剛剛說的，他有慢慢的去增加它的頻率，而不是一次就到位。那只要天天飛、天天巡、天天演習，久了之後，我認為這些周邊的國家會慢慢的麻痹，把它視為一種某種程度的正常活動。所以我們應該不應該去把任何的這種演訓或摩擦視為一個單一的事件。那國防部當然對於這件事情又說他這個全程都掌握，沒有異狀了。但我們更應該要深入去了解北京為什麼選擇這個時間點呢？那再來就是，當整個印太區域慢慢習慣北京這種動作，或者是這種高張力的狀態，灰色衝突如果一旦變成日常，那真正的危險就開始。大家如果覺得這個沒有什麼，這就是危險的開始。所以台灣當然必須要保持高度的警醒。世剛，中國大陸跟菲律賓這個在這個南海上的比劃，它事實上比劃是在測試美國的態度。那更何況，9月份習近平要去美國。他這樣的比劃過程，要讓美國引起注意，然後把這個議題來跟讓美國跟北京談。那是因為北京知道菲律賓是聽美國的啊，那所以我先把美國你這個老大哥，我們講好原則，那菲律賓基本上這些小打小鬧對他來說就不會，未來就不會再存在，那因為新的一個勢力範圍就會被劃定出來。所以我覺得他這些做法是做給美國看的。那第二個，我覺得中國大陸在對台灣進行新一波的外交收緊。包括從去年開始的南非把我們的代表處離開他的這個首都。第二個，上個月巴布紐亞新幾內亞巴紐也關閉我們的代表處，然後再來柬埔寨，然後柬埔寨也跟這個中國大陸兩邊這個交往得很好，然後柬埔寨一說他一直長期都視為台灣是中國大陸的一省，然後這次還有泰國，我覺得這是一直該一步一步的收縮，還有這次我簽證沒辦法用。在那個摩洛哥，所以我覺得他就是在每個地方開始，包括開始對中華民國的一些官方的機構，然後你的護照文書，慢慢的開始在國際一個地方一個點的開始失去效力，或是把它趕出這個核心圈外。所以這是另外一個政治收窄，因為現在再拿掉你一個邦交國，其實講台灣內部也沒什麼感覺，你再拿掉一個也沒什麼感覺，但是透過這種方式。然後會讓大家覺得說，國際覺得你中國大陸除了把邦交國拿掉之外，慢慢要把中華民國的所有的文件、官方等等的這種正式性、代表性，一步一步把它拿掉。我覺得這是一個軟性的外交攻勢。我們看起來對這種軟性的外交攻勢一點辦法都沒有，而且停了就停了，巴紐說停了，不理你了，就完全不理你了。然後那個摩洛哥也是。我相信根本不是找不到人，而是人家根本就開始不跟你聯絡了。那
面對這種新的外交攻勢，我們要怎麼辦？那蔡英文時代8年運氣好，美國在後面撐着。那現在川普就一心一意的想要跟習近平2個達成好兄弟協議，那根本就置台灣於不顧。所以我覺得我們的危機事實上是來臨了。老共當然不只是對菲律賓了，他的9段線，其實9段線是從以前國民黨在大陸的11段線來的，這是我們的，都是我們自古以來就是我們的。然後如果这些東南亞國家越來越強，他也不願意。菲律賓的動作絕對後面是美國了，對，就是因為美國也講了說，我們跟菲律賓訂有美菲共同防禦條約。對，大家記得以前我們跟美國訂有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換句話，菲律賓有事，美國要出面，所以我相信美國在後面也拱，因為也怕老共的勢力越來越大，越來越大，去衝突吧。然後呢，這個國務卿又講說啊，希望這附近中共海警船不要隨便威脅別人等等。其實中美真的後面是中美2個大國在後面角力了。休息一下再回來。